秦姐姐真是好眼力，我也是才知道自己有了，还没来得及告诉大皇子，秦姐姐才一回来就发现了。秦姐姐难不成是有千里眼，还是姐姐在千里之外？秦姐姐和大皇子情分深厚，在府中给姐姐留些人也是正常的。韩妹妹还真是误会了，我是第一次见几位妹妹，佳儿不过是见妹妹多次抚摸肚子，这才有了怀疑。我刚怀孕那阵子啊，也是感叹小生命的神奇，也是喜欢抚摸肚子罢了。刚才不过是我猜测，说是妹妹真的怀孕，那还是早些看大夫。怀孕前3个月胎相是很容易不稳的。那是妹妹误会秦姐姐了。小安子，我累了，前面带路吧。好，大少夫人这边走。太极殿，赵南萧和赵祯商量完了朝中的事情，才道：行了，国库空虚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，你先回去吧。是，父皇，那儿臣先告退了。赵祯离开之后，赵南萧才疑惑地出声：大皇子府中可是有什么事？启禀皇上，奴才听说今天有一队马车去了大皇子府。陛下，母亲回来了。赵南萧这才知道刚才儿子频频失神的原因，他沉着一张脸，淡淡的道：让他进来。很快，母亲就走进了大殿。臣参见陛下。行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是，陛下。等人离开之后，赵南萧才问出口：说说吧，事谈出来了吗？陛下，臣并未看出大少夫人的异常之处，这一路过来，发现她和寻常妇人无异。你确定？大少夫人一路上都是带着孩子，和别的妇人一样，洗菜做饭并无差别。她不是喜欢打铁吗？是，在山谷中，臣见过大少夫人打铁的棚子，但都是寻常的工具。回来的路上，臣也遇到了秦家的2兄弟，他们这次也跟着一起进京了。哦，秦家2兄弟怎么样？他们可有可疑之处？秦家2兄弟不会武，人也有些木讷，但秦家祖辈就是打铁的，想必打铁的手艺不错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陛下。赵祯出了皇宫之后，脚步倒是慢了下来。墨轩很不理解，在皇宫里的时候，大皇子不是非常着急的样子吗？怎么现在人倒是显得踌躇起来了？走，咱们去找表哥。是，现在怎么有时间过来？一路上还顺利吧？萧景睿简单的说了一下路上发生的事，但是却隐去了穆统领试探秦婉的事，因为当时史册也在，想必史册会告诉表弟的。萧景睿其实不想破坏赵祯父子之情。表哥，秦氏怎么样？人都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真没有回来的时候，他心中牵挂，但是时间太长没见了，现在反而是退缩了。还有，他可以信任吗？会不会像他一样？赵祯想到了之前查到的事，怒火就在心中蔓延。到底怎么了？这不像是从前的你啊！况且你还没见过你儿子呢，那小子很是乖巧。是吗？那孩子很懂事，他很聪慧，还有点特别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回府看看去。萧景睿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感觉这次回来见他比从前阴郁了很多。什么？他们进宫了？大皇子、夫人和小狮子确实是被皇后宣进宫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1刻钟了。大皇子、女主子和小狮子2人在北地久了，想必也还不熟悉宫中的规矩。咱们是不是去宫中看一看？走吧，随我一起进宫。一路上，赵祯隐晦地问了一下秦婉在北地的事，得知秦婉喜欢独处，还是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写写画画之后，赵祯的心情好了不少。坤宁宫，他的头发是怎么回事啊？皇后娘娘没想到，她心心念念的乖孙是个炸毛的小怪物。回皇后娘娘，这孩子出生之后就是羊毛卷。羊毛卷儿？皇后慢慢的走近，仔细的打量小狮子的小脸，忽略那头发，还真是和他大儿子一个样。小狮子，这是你祖母，来叫人。祖母好。哎，来，和祖母到那边去。我娘。小狮子的意思很明显，我娘还跪着呢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你也过来坐吧。是。你那头发还有衣服，以后都得换一换。你看成了什么样子？赶路的时候都穿成这样啊，这样安全一些。于是秦婉就把一路上遇到匪寇的事和皇后简单的说了一下。我们一路都是乔装赶路，太过张扬了不好。娘娘没见过从前的我，为了不被胡人盯上，我连头发都剃了，剃得一块又一块的。我今天才到，还没有来得及修正就进了宫，让娘娘见笑了。秦婉发现皇后对她的态度有些改观，她又不是傻子，当然再接再厉强调了一下她很清白。哎，你也是不容易，我让你们进宫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看看我大孙子。娘娘，大皇子来了。小狮子是不是想爹爹了？想。让他进来吧。皇后这话才说完，赵祯已经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。这是我的孩子吗？这头发怎么这样？
赵真因为宋芷柔的不忠，现在有点草木皆兵。这时候，那个大头娃娃扭过头，正对着赵真。赵真看到那张小脸，那是一张非常熟悉的小脸。蓦然，赵真嘴角轻轻的勾起。小狮子见到高大的赵真，眼睛一亮，这个人和他长得一样，应该是爹爹。爹爹，你是我的爹爹吗？赵真急忙快走几步，来到皇后的面前。小狮子，我是爹爹。这孩子真像我。秦婉看着赵真，感觉他和从前比变了很多，人貌似多了几分忧郁。这家伙后院这么多女人，过着左拥右抱的日子，还不开心啊？真是奇了怪了。这孩子的头发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头发也不这样啊？我的头发像舅舅，二舅舅的头发和我一样。你有舅舅？我有2个舅舅。我们在回京的路上遇到了我大伯家的2个堂兄，我二堂兄的头发和小狮子是一样的。赵真点了点头，也不追着小狮子的头发问了。行了，你放下他，让他过来我这玩一会儿。赵真把小狮子放了下来。祖母，我饿了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快去御膳房传一些小孩子好消化的饭菜上来。是，皇后娘娘。赵南萧在知道皇后把秦婉母子俩都请到了皇宫之后，也来了兴致。等他到的时候，就发现妻子和儿子正带着秦婉母子在用餐。臣妾见过皇上。儿子见过父皇。儿媳见过父皇。都起来吧。父皇，这是小狮子。小狮子，这是皇祖父。来，喊人。皇祖父好。过来。小狮子没有靠近，反而是往赵真的身后躲了躲。小狮子的内心非常敏感，他能非常直接地感受到谁对他好。父皇，孩子太小，可能是妊娠。秦氏，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？秦婉知道这是赵南萧没事找事了。皇上，小狮子还小，又是第一次面见天颜，因此才会胆怯。朕看你是不会教育孩子，才会让他如此胆小怕事。我看小狮子以后就留在朕身边，由朕亲自教导。皇上，小狮子还不到2岁，离不开母亲呢。况且皇上日理万机，照顾小狮子也多有不便。父皇，前朝的事务繁忙，您宫中的嬷嬷那么多，养孩子的经验老道，你们不必担心。秦氏，你不用担心，皇上公务繁忙，本宫有时间照顾小狮子的。这一个个的都不安好心是吧？看来都是这日子过得太清闲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小狮子是我的孩子，我不会让他离开我身边的。小狮子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祖父和祖母都是坏人，他们都想要把他抢走。我要娘，我要娘。小狮子放心，娘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秦氏，你敢抗旨不成？父皇，小狮子确实还小，离不得母亲。若您真想看他，儿子会每日抱着小狮子进宫的。秦氏，给你2个选择，一个是把小狮子给我，那样大郎的正妻之位就是你的；第二是小狮子在你身边养着，但你的正妻之位就没了，只能当大郎的妾室。你想想看吧，看是要孩子还是要正妻之位？我选第2个，我可以不当赵真的正妻。赵真没有想到，他还没有求情，秦婉就答应了，一分犹豫都没有。他心中很是复杂。秦婉没有注意到赵真难看的脸色，他目光坚定地看着皇上。秦婉在回来的时候就猜到了可能受到的待遇，况且路上还有穆青的试探，这让秦婉知道赵南萧这个人才是最不好对付的。况且他要的不是皇后之位，他是想要当太后的。赵真这个男人，他没有留恋，正妻之位现在也可以不要。这是你亲口答应的，可不要反悔。不悔。赵南萧的目的达到了，非常满意。出宫的路上，秦婉抱着孩子，赵真跟在一旁，两人谁都没有开口。秦婉看了一眼一脸阴沉的赵真，更加确定自己没有选错，他才不要当那个活靶子。况且很多事不急于一时，赵南萧这个老匹夫看着不像是长寿的，他就是熬都能熬死他。赵真瞥了一眼秦婉，没有搭理他，两人就这么一路无言的回到了永昌坊的宅子。大皇子，我们主子请大皇子去看看呢。有何事？大皇子，我们主子今日请了太医，他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赵真瞳孔一缩，脸上没有任何笑意。你说韩青黛怀孕了？是，她怀孕还是我发现的呢？你应该谢谢我。看到赵真要杀人的眼神，秦婉住嘴了。他找了一个借口，小狮子困了，我先带他回去了。说完，抱着小狮子一溜烟的跑了。溜得怪快的。想到秦婉毫不犹豫的舍弃了正妻之位，赵真就很心塞。那他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不是白做了？计划都被这个蠢女人给打乱了。想到他毫不犹豫的舍弃了正妻之位，到底是对他没信心，还是根本就不在意呢？
高伯、平婆婆，你们两个坐。两人也没客气。平婆婆，咱们回了京城，您是想要回到原来的主子那边，还是留在我这边？成王府的消息我还没有打探，不过若是夫人不嫌弃，我愿意留在夫人身边。平婆婆，你愿意留下来，我很开心。正巧我身边也没有可信的人。夫人，坤宁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？秦婉没有隐瞒，把皇上让他做决定的事就说了一遍。哎呀，没了正妻之位，小狮子的位置就尴尬了。好好的嫡长子就这么没了。夫人的选择没错，若是夫人不答应，皇上把孩子抱走，夫人以后想看恐怕都难了。后宫是个吃人的地方，小主子这么小，明枪暗箭都少不了。是，平婆婆说的对，现在咱们是弱势，只能徐徐图之。高伯、平婆婆，你们能给我讲一下京城这些官宦人家的情况吗？秦婉有了高公公和平婆婆的科普，终于是了解了从前京城的局势。那些都是从前的事了，现在京城外面的局势还是要派人查一查。高伯，我现在人手不足，有一些事情我也不能通过赵真。夫人放心，我还认识一些人，我来帮你找人。高伯放心，我手中有钱，对外面的人可以大方一些。好。史策，你说一说路上的情况。史策没有隐瞒，把一路上遇到的匪寇之事都说了一遍。大皇子，其实除了那些匪寇，在路上我们还遇到了穆统领。穆青，他也去了北地，他做了什么？穆统领带着大内护卫隐藏了身份，袭击了我们的车队。继续说。属下觉得穆统领的目标就是大少夫人，他们的行动专门针对大少夫人的马车，好像在看大少夫人有什么保命的手段。秦氏知道那些人是穆统领带去的吗？知道。怪不得秦氏是怕了，他放弃正妻之位是为了保命。这一刻，赵真不怪秦婉不和他商量，就拒绝了。行，这事我知道了，这事到此为止，不要再向外泄露。是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史策退出去之后，赵真又把小安子叫了进来。给韩氏送去的补药，他要按时服用吗？有的，奴才亲自送去的。没有亲眼见他喝？有几回是玉嬷嬷接过去的，奴才没瞧见。行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小安子离开之后，一名身材和赵真很相似的暗卫立即就现身了，请大皇子责罚。这事不怨你，是小安子办事不力。那孩子……先不急，看韩家那边有什么动作。韩侍郎很谨慎，不过属下已经查到了一些眉目，找到了一些官员的名单，属下还需要再查证。好，速度要快，小心一些，不要让父皇知道。是，大皇子。大堂哥，你们在府上还待的习惯吗？阿婉，我和二弟想搬出去。有人为难你们了？没有，府中的下人对我们都很客气。在府中没什么意思，我们想搬出去住。你们搬出去也好，这个盒子你们拿着，在外面买个宅子。阿婉，我们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大堂哥不要客气啊，我现在处境你们也知道，咱们秦家还是太弱了。大堂哥，你们呢先在外城买个宅子，以后咱们家在京城再开一个铁匠铺，先安顿下来。这个好，京城的花销也大，有铺子好。秦婉想到的可不仅如此，不过他们家的人现在或许被人盯着，先稳几个月再说。很快，皇上册封赵真为太子的圣旨就下来了。你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事我就不能来了吗？也不是，我还是很欢迎你来看小狮子的。爹，你不高兴吗？没有，你爹都是太子了，哪能不高兴啊？咱们搬家的时候，你带人去安排。还有，到了东宫要设宴，这些事你都要管一管，不要像个鸵鸟一样，整日猫在院子里。后院的事情多上点心。我管？皇上意思很明显啊，他不是说我不能……那是你答应的，不是我。秦婉呆住了，他确实从来没有问过赵真是怎么想他的，他以为赵真和皇上的想法是一样的呢。管家权，你要不要吧？赵真，你想把东宫的管家权交给我？我都让高公公提前进去安排了，意思还不明显吗？高公公的心向着谁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秦婉没有想到自己的小心思被赵真发现了，但他是坚决不能承认的。高公公是你自己亲自找的啊，和我可没有关系啊。到了东宫后院的事情都交到你手里，皇上不会同意吧？父皇管不了那么多，在东宫过咱们自己的日子，你得多为了小狮子打算，别傻乎乎的。这话说的像是他是小狮子的后娘似的。皇宫里的那些宫女和太监身后没准都藏着主子呢，你也得警醒些，别着了他们的道，看到哪个可疑的就报给我，我派人换了。还有这次和你一起进京的那些妇人，到时候也给他们下帖子，你多和他们见见面，他们丈夫都在朝中，有他们吹一吹枕头风，对你有帮助。见秦婉还木呆呆的，就又继续道：还有从前你手下那个李二牛和王大山他们，我已经安排到西郊大营去了，我看他们都没媳妇儿，到时候你挑些可信任的人赐给他们做媳妇儿，
那些人对你就更忠心了。秦婉见像是老妈子一样的赵真很不理解，这和从前认识的人不一样啊。太子妃的位置父皇卡着，侧妃的位置还有一个，到时候我会替你争取。我现在还是太子，很多事没办法做决定，但侧妃也不是没有机会当皇后的。秦婉没有想到赵真会说出这一番话来，听这人的意思是想让她将来当皇后。为什么？你从前不是很讨厌我吗？我从来没说讨厌你，那是你自己认为的。那你喜欢我？赵真的耳朵红了，没有反驳。难道我猜对了？不讨厌。秦婉觉得她要和赵真好好的谈一谈。小狮子，你去外面找平婆婆，我和你爹有事交谈。小狮子乖巧的从赵真的身上滑了下来。好的，娘。虎头，咱们走。赵真，咱们好好谈一谈。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你不是一直喜欢你表妹吗？赵真听到秦婉提起宋芷柔，脸上的笑意都收了起来。我提了你表妹，你不高兴了？她不是你心上人吗？不要说她。秦婉看赵真这样，很疑惑，这两人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就算不提她，你那后院可还是有好些女人呢，还喜欢我，骗滚去吧。那些人是父亲送过来的，我不喜欢他们。不喜欢他们不耽误你睡他们是吧？赵真起身来到秦婉的身边。你吃味了？放屁！你离我远一点啊！想到他后院的女人，秦婉直接弯下腰，从底下钻了出来。还怪有办法的。这时候，小安子脚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太子殿下，皇上宣殿下进宫。有话以后再说。说完，就脚步匆匆地离开了。小狮子正和虎头在院子中玩耍，就是渣渣也盘旋在半空中。小狮子对着渣渣挥了一下手，渣渣立即落在小狮子的肩膀上。渣渣，你跟着爹爹，看看他去哪里玩了。渣渣叫了几声之后就飞走了。小狮子回到家的日子，好些天没有见到赵真，他就派他的小伙伴去找他爹了。直到爹爹一直在外面忙，没有去关心那未出生的弟妹，小家伙才开心。所以今天见赵真来，这小子才毫无芥蒂的和爹爹亲近。小狮子自己玩了一会儿，就觉得有点无聊，于是就带着虎头悄悄地出了院子。院子中的下人都在收拾东西，准备搬家，没有人注意到小狮子走了出去。小狮子出了院子之后，就迈着小短腿撒丫子往外跑，跑了好远，小狮子才敢笑出声来。嘿嘿，我出来了，虎头，快跟上！两小只就这么跑走了。父皇找姑是何事啊？为什么这么急切？可是他身体有恙。皇上的龙体如常，小的出宫的时候，皇上还很开心。赵真点了点头，不再追问。谁料走到太极殿外的时候，就见到了一位中年女人从太极殿出来。虽然距离有点远，但是还是看清楚了这人是谁。前朝郡主商梦溪。万命妇进宫，为什么不去后宫拜见母后？来太极殿做什么？赵真来到了太极殿门口，等着通报的功夫，又看了一眼远处的身影，于是低声吩咐：史策，派人查一下广陵侯府，尤其是这个商郡主。听说你后院的韩氏有了身孕。赵真心中一沉，他明明交代府中不得把消息往外传，就是太医都下了命令，到底是谁传出去的？怎么，这大喜事你还想瞒着朕？父皇，韩氏的肚子还不满3个月，儿子听说3个月之内最好不要外传，那样对胎儿不好。大郎啊，朕怎么算是外人？这可是朕的亲孙子呀！这还真不是你的亲孙子。不过赵真不想让皇上知道韩侍郎的事还没有查清呢。是，儿子知错了。不过父皇是听谁说的？朕还想批评你呢。朕这个做祖父的，还是听韩侍郎说，才知道朕又快有了小孙孙了。韩侍郎啊，这人最近真是太活跃了。父皇，儿子这就去传太医。不用，朕知道自己的身体，不用请了。还是传太医来看看吧。冯顺，快去传太医。冯顺急忙走了出去，派人去传太医了。都说了不用找太医了。父皇，龙体为重啊。朕的身体朕知道，太医院也就那水平了。大郎，朕现在是不放心你。这天下看似是咱们赵家的，可是朝中的各个派系或许都等着看咱们家的笑话。国库没钱，朝中的老狐狸们整日在扯皮，政令实行困难，京城世家们作弊上官，他们占着大量资源，想的都是怎么掠夺更多。大郎，打天下容易，但是守天下难呐。父皇，这天下都是咱们赵家的，那几家儿子就不相信他们屁股底下都是干净的，等找到了证据抄了他们家就是。大郎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管理国家不是只有武力才行，你呀要学的还多呢。是，儿子明白。赵家还真像那些穷人乍富一样，
赵祯从前都是被当作将军培养的，思想上更是个武人，文人之间的那些弯弯绕绕确实是了解不深。赵南萧倒是懂一些，但他身体不好，精力不够。赵南萧现在是着急的，急于把赵祯培养起来。等你入了东宫，詹师府的班底也要组建起来了。是，父皇。这3个人你看一看，看对哪个人更欢喜些。赵祯看到是画像的时候，本能的有些排斥，但是赵南萧身体状况让他不能强烈的反对他。然后发现其中一张和商郡主有些像。大郎喜欢这个女子。父皇，这女子是谁啊？这是姚家的千金姚香俊，当你的太子妃可好？父皇，儿子觉得姚姑娘不合适。怎么会呀？你刚才不是看了许久？况且姚家也是4大世家之一，现在4大世家抱团，咱们要打破他们的同盟。父皇，儿子看她是因为在殿外遇见了广陵侯夫人。哦，你们碰到了，还真是巧呢。父皇，据儿子所知，广陵侯夫人正是前朝的郡主，姚香俊的身上有着前朝皇室的血脉，儿子以为她不适合当太子妃。见赵南萧还想说，赵祯立即把路堵死了。父皇，咱们赵家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，不能毁在一个女人身上。儿子觉得含有商家血脉的女子都不适合在后宫出现。父皇，血脉不能乱，要是真让商姓女入了后宫，那他们生了孩子，将来这天下或许又要易主了。大郎，你要是不喜欢姚家姑娘，就看看夏家的。夏家也是4大世家之一。他一个都不想选，他还想给秦婉留着呢。父皇，太子妃的人选不急，慢慢选才好。现在是您的身体重要。若是你选不出来，就让你母后看看。赵祯为了转移话题，问道：父皇，商郡主找你是何事？她一个外命妇，怎么来了太极殿了？赵南萧不自然地对赵祯搪塞了几句，然后就把他赶走了。赵祯本来也没想在父亲口中得到答案，他不过是转移话题罢了。赵祯有一种直觉，顺着查商郡主能查到真相。大皇孙，你怎么自己出来了？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还带了虎头一起呢。大皇孙，这老虎是猛兽，要关在笼子里的。现在它还小，长大了会伤人的。它不会，它很乖的。大皇孙，你还太小了，以后不要一个人出来。走吧，我送你回玉兰院。苏姐姐，我怕老虎，就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走吧。苏青言小心地走到小狮子的身边，见小白虎没有扑上来，劝道：大皇孙以后出来要告诉你娘，知道吗？我过年就3岁了，我是大孩子了。是，那也还要2个月之后才是呢。姨，你笑起来很好看，就比我娘差一点儿。我能牵着你走吗？小狮子仰着小脑袋看了他一眼，才把小手递了过去。苏青言握着小狮子的小胖手，心中更想要个孩子了。2人就这么和谐地往玉兰院走。这人的打扮真好玩，像个大公鸡一样。这是谁家的小孩，竟敢取笑我们夫人？这是我们府中的大皇孙。哟，这就是大皇孙呀！瞧这小脸可真是会长。韩夫人虽然脸上笑着，但是眼神却是冰冷的。小狮子见他向前走，自觉地往后退了一下。小白虎察觉了小狮子的紧张，立即冲着韩夫人龇牙，嘴里还发出了不太响亮的虎笑声。哎呀，这府中怎么会有老虎？不行，他的女儿可是怀孕了，若是在花园中遇到老虎，吓动了胎气就不好了。韩夫人目光狠厉地看着小白虎，心中已经有了打算。虎头是我的朋友。老虎是猛兽，要关在笼子才好。看来夫人真得把这事儿禀报给太子殿下，让太子殿下管一管。咱们大姑娘可是怀着孕呢。要关也是把你关起来，你这个老太婆是个坏人。大皇孙的规矩。话说到一半，还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苏青言这时候有点尴尬，他也看不上韩夫人，和小孩子还这么计较，但是他又犯不着为了秦婉和大皇孙得罪韩家。韩夫人，大皇孙出来也久了，我这就送他回去，就先告辞了。苏家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去亲近秦氏？苏御史是有什么谋算？夫人，咱们快去见大姑娘吧。行，走吧。秦婉带人出来找孩子，在玉兰院的附近都没有找到人，也是没有想到那小子会跑这么远。后来听到了虎啸声，就循着声音找了过来，然后就发现小狮子被苏青言牵着。秦婉抽了抽嘴角，这小子还真是不认生啊。娘，秦姐姐，我在花园看到大皇孙一个人，就想着帮你送过来，真是太谢谢苏妹妹了。这小子呀是自己偷跑出来的，我都没注意，多谢妹妹。秦姐姐太客气了。
苏妹妹，你要不要到我那边坐一坐？妹妹也出来久了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行，那妹妹改日再来。好。他真的曾经流掉了一个孩子？是，怕去穗菜城的探子查到，宋姨娘曾经乔装去医馆买打胎药，现在医馆中的大夫和抓药的伙计已经在来京的路上了。奸夫是谁？胡万愁。是，除了胡八总，没有查到其他可疑的人。孩子是什么时候流掉的？时间差不多是太子和萧大人往各地去运粮的时候。还真是迫不及待呀！赵真现在的愤怒已经少了，更多的是厌恶，已经没有几个月前知道消息的时候那种沉痛和屈辱了。他讨厌所有耍心机的女人，包括喜欢给他下药的人，一个一个的，只要敢伸手的，他都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吩咐杜牧把监牢中的胡万愁秘密送到京城，还有春才也带过来。是，太子殿下。另外，这件事不能泄露，若是被别人知道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是。他是真的不想知道这件秘闻呐，这尼玛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刀，谁想知道啊？嫌命长吗？请高公公进来吧。参见太子殿下。有何事求见姑？高公公急忙从怀中拿出了一份单子，小心地递了上去。太子殿下，这是东宫娘娘们的住处分布图，您长长眼，看是否还要变动。赵真一听是这事儿，接过来仔细地看了起来。等到看到宜秋宫和宜春宫两边的宫殿全部都安排了人之后，赵真的眉头皱起，高公公的心中打鼓。他偷偷地给秦婉谋了福利，东宫中的宜秋宫和宜春宫两个宫殿，还是宜秋宫要更加尊贵一些。高公公把秦婉安排在了宜秋宫，但是为了他不扎眼，又把苏清言安排在了宜秋宫。高公公对京城的小姐们也是有了解的，苏清言的祖父是御史大夫，官职高得很。苏清言这个女娃子人也是清高的，这样的人是不会主动勾引太子的。高公公见赵真久久不语，还以为自己的私心太明显，让赵真不悦了。殿下，可是有哪里不妥？把苏氏也挪到宜春宫去。我的乖乖呀，太子比我小的还要重视娃丫头。太子殿下，若是女主子单独住在宜秋宫，恐怕皇上那边……那这样，让秦氏带着小狮子单独住在宜春宫的主殿，其他女人全都安排到宜秋宫去。高公公一呆。他没有想到赵真让秦婉单独占领了一座大宫殿的决心这么大。怎么，这么安排还不行吗？小狮子还太小了，要和后院那些女人远一点。行，太行了，殿下英明。那几个人住进宜秋宫，主殿和主殿旁边的侧殿全都空着，不允许他们住。表小姐宋氏和怀了孕的韩氏，他们是否需要特殊照顾一下？不用，他们又不是比别人多了个胳膊腿，不用区别对待。殿下，这是奴才去掖庭局给各个宫中选的下人，劳您过目。赵真接过名单，大概的扫视了一眼。好，这事姑知道了。殿下身边也要有个长侍太监，奴才看殿下现在都还带着护卫，是没有人选吗？高公公还是想打听一下，因为这个人真的太重要了。高公公也是有点私心的，要是选个和他关系好的，那他以后做事也方便啊。赵真听到高公公这么提醒，就向他看来，还把他从头到脚的扫视了一遍。看我做什么？难道太子不高兴了，觉得我过界了？殿下，大半不如你来当姑的长侍太监。殿下，奴才已经到了知命之年，恐怕……大半过谦了，我看大半年轻着呢。见高公公没有开口，又挑眉问道：怎么，大半是不想服侍姑了？殿下，奴才在山上照顾大皇孙习惯了，这才离开几天就想得紧。况且女主子的脾性，殿下也是清楚，她是个心大的，没那么细致。奴才也是担心大皇孙的安全。这不，今天府中就传来了消息，大皇孙自己偷跑出去了。人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不过这是在府外，若是到了宫中，要注意的就多了。老奴不在身边，确实是担心的。好，姑知道了。高公公松了一口气，于是谈话结束之后就飞快地离开了。赵真盯着人员名单，喊了侍卫进来，去把许攸叫来。是，殿下。许攸进来之后，赵真就把名单给了他。这名单上所有人的背景都要查一查，看看是否有可疑的地方，重点查一下分给秦氏和小皇孙名下的，保证那些人底子是清白的。是，太子殿下。查清之后尽快禀报给我。赵真已经想好了，从秦婉那份名单中挑一个大太监调到自己的身边。高公公这老头对秦婉和小狮子是没话说，他愿意伺候小狮子，不来也罢，但是秦婉的身边也要有得力的太监总管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听说你今天还自己跑出去了？大爸，我想出去玩，院子太小了，虎头都跑不开，他也嫌弃小呢。等2天就好了。
等咱们搬进皇宫啊，地方就大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大爸，你这些天去哪里了？我都见不到你，我可想你了。以后啊，大半都不离开你身边了，你也不要淘气，不可以乱跑，好不好？好，小狮子是乖孩子，听话。好，我们大皇孙呢，就是最聪明的小孩。平婆婆，这身裙子挺漂亮的，就是这大红色穿着太鲜艳了些。娘娘，这红色是只有正室能穿的颜色，太子亲自派人来给你送的衣服，意义不同。秦婉一呆，她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。平婆婆，咱们走吧。两人才一出门，就见到了一身明黄的赵祯。赵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秦婉，让秦婉闹了一个大红脸。你怎么来的这么早？你这么打扮还挺好看的。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这不是你送的这行头好吗？以后呢，可以多送一些。赵祯看着秦婉这副爱钱的模样，没有嫌弃，反而觉得有点可爱。他发现秦婉的想法很好猜，直白得很。好，秦婉就是开玩笑的，没有想到赵祯竟然会答应，而且被他热切的眼神盯着，秦婉有些慌乱。爹爹，娘亲，还有我。赵祯看着小狮子可爱的模样，嘴角的弧度更高了。他的妻子，他的儿子，他们一家三口团圆了。编外人员高公公也是开心，因为他没有想到他的大徒弟石喜被赵祯选走了。走吧，和爹爹一起进宫。好呀。今天长安城的百姓都知道太子要搬家了，因此好些百姓都过来看热闹。百姓们除了看太子，就是想看被议论最多的秦婉。可惜秦婉等众多女眷都是坐在轿子里，百姓们想看也看不到。虽然没有看到秦婉，他们却是看到了大皇孙，尤其是见到他的头发的时候，嘴里都是啧啧称奇的。小狮子看着远处百姓的脸，也是能听到他们的议论声。他有点想念二舅舅了，至少有他在的时候，他不是特殊的。爹爹，你能把二舅舅接进宫，让他保护我吗？赵祯很疑惑，据他所知，秦婉那两个小哥哥就是普通的铁匠，可不会武功。为什么？我就是喜欢二舅舅，想他陪我。你二舅舅估计不愿意，他应该不想当太监。爹，我想二舅舅进宫来嘛。小狮子开始缠着赵祯，一时间让赵祯有点头疼。东宫可不能进外男，那两人又不会功夫，就是侍卫都当不了。太子殿下，不若让秦家两兄弟去军器监，两人都是铁匠出身。军器监？军器监就在詹事府对面，距离咱们东宫不远的。大皇孙若是想去见人，也不妨事的。可行。阿婉，你知道皇上要给太子选太子妃了吗？知道。你是大郎的正妻，虽然那时候大郎不是太子，但你是他明媒正娶的媳妇，又给他生了嫡长子，这太子妃的位置你必须要啊。秦婉叹了一口气，把第一天回京被皇后召进宫还有皇上的威胁说了一遍。哎呀，事情就是这样，皇上要抱走小狮子，我没有办法让他离开我身边，就只能答应皇上放弃正妻之位。二夫人胸口起伏，想要说脏话，又忍了回去。那你也不能这么放弃呀！你不要正妻之位，小狮子就不是嫡子了，那他以后的位置会非常尴尬。大嫂，太子大哥是什么想法呢？对，阿婉，大郎对你怎么样？赵祯对我和小狮子还算是不错，宜春宫这里只住了我和小狮子两人。他之前透露过，他会说服皇上让我当侧妃。看来太子还是挂念你的，不过先不能让他把名分定了。秦婉自从知道皇上不让她当太子妃，就想徐徐图之。你二叔今天进宫才知道这回事，他已经出去安排了，到时候会在朝堂上提出立你为太子妃。可是我已经答应皇上了。嗨，皇上也不占理，所以只敢在私下用孩子要挟你。我保证，他绝对不敢在众人面前否定你。毕竟你是他亲自给大郎定的媳妇，跟着皇上一起打天下的北地臣子都是知道的。阿婉，你还是被皇上套路了。他在你刚进宫那天就这么做，目的就是给你个下马威，也存了让你主动否定正妻名分的意思。那我放心，你脸皮厚一点，就当没答应皇上这回事。二婶，这样会不会不妥呀？没什么不妥，你记住，只要皇上问你的时候，你不开口就行，表情也凄苦一点，其他的就不用你管了。娘，大嫂这样能行吗？事情还没办成，谁知道什么结果呢？咱们现在是争一保二，先让你二叔办，他先在朝堂上提出来，皇上也是要脸的，他不敢在朝堂上否定你，反而还会为了你的名声夸你几句，就算最后不成，也有太子保证的侧妃呢，不吃亏。秦婉摸了一下脸，脸皮确实是可以厚一点。二夫人这才有功夫打量起秦婉来。阿婉，
你平日就该多打扮一些，像今天这样就很好看。大嫂确实很好看。晴儿，你去看看你弟弟跑去哪里了，盯着他点儿。好，我出去找找。大嫂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好。阿婉，你听我说。秦婉乖巧地应了一声。她知道二夫人是为了她好，就算两个人的观点有点不一样，她也不会否定二夫人的话。阿婉，面对太子的时候，你要软和一些，也亲近一些。毕竟他是小狮子的父亲，又是太子殿下，你不能他主动亲近你的时候把人往外推。秦婉还有心里那一关没有过，她其实已经做好了在后宫受冷落的心理准备。她是想着建立自己的势力，以后来给小狮子保驾护航。二婶，我知道的。阿婉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既然你主动回了长安，就是想要接受大郎。大郎现在是太子了，以后的女人只会越来越多，后宫的女人靠的是宠爱过活的。你要抓住大郎的心，让他爱上你。二婶，这恐怕会有些难。事在人为，阿婉，我知道你自尊心强，可是有时候该软的时候也要软，要用女人的优势。二夫人见秦婉认真地思索了起来，就不再劝了，话点到为止。行了，我今天出来也有一会儿了，就先回去了。二婶，要晚上再走吧？不用了，今日出来的匆忙，我还想着回家问问你二叔的成果，就不耽搁了。二婶，我库房中有好些布匹，花色都很好看，你带回去几匹布给强儿做衣裳也好，多做几身，到时候给他相看婆家用。正是这个道理。太子殿下，咱们要去哪个宫？赵祯想到了秦婉，轻咳了一声。姑答应大皇孙晚膳和他一起用，就去宜春宫吧。是。娘，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？你爹现在有事，咱们等一会儿再去。娘，咱们是和爹玩捉迷藏吗？我和福生哥哥们玩过。差不多吧，咱们先别说话啊。娘，我最会藏了，我不说话。小狮子说这话的时候很得意，他和铁蛋和福生玩捉迷藏，他有渣渣帮忙，很快就能找到他们。秦婉并不知道，他和小狮子的动作都被赵祯看到了。他现在没有什么心情和宋芷柔拉扯。你有什么事？快说。表哥，你看，我今天特意穿了你送我的裙子。现在的天气根本不是穿着裙子的季节。表哥，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害怕我得了风寒，那不如到我的院子坐坐。不必了。表哥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你要这么对我这么冷淡？什么原因？想必你自己最清楚。赵祯说完这句话，径直越过了宋芷柔，不再看他一眼。爹爹，你好厉害，一下就找到了我和娘。有这些人呢，你们藏什么？这些人什么时候跟来的？你还要坐在地上多久？赵祯看着秦婉没动，直接伸出了手。赵祯真的太会找了，就连手都这么好看。不起来吗？秦婉没有忍住诱惑，把自己的手放到了赵祯的手里。赵祯一个用力就把秦婉拉了起来。秦婉站起来之后，想要抽回自己的手，谁料赵祯又握得紧了一些。走吧。小狮子见状，来到了赵祯的另外一边，牵住了他的另外一只手。爹爹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，要和我一起吃饭的。那当然，爹爹答应你了呢。这位主子和传言中的不一样，这哪是不受宠呀？这分明很得太子的欢心嘛。爹爹，我要吃那个肉。赵祯也喜欢吃肉，就给小狮子夹了一筷子。小狮子把肉放在嘴里，满意的摇晃了一下小脑袋。哇，这肉太好吃了！乖一点啊，坐下来吃。好的，娘。娘，我看不到菜了。小狮子，今天先站着吃吧，明日我让酱做煎打一个高一点的椅子吧。好的，爹。我知道怎么做，我给小狮子做一个宝宝椅。我记得你家从前是铁匠，怎么木匠的活也会啊？技艺都是相通的，差不多啊。用餐结束之后，爹爹，咱们晚上要一起睡，好不好？小狮子，不要胡闹。小狮子没有想到秦婉会呵斥他，小脸立即就委屈了起来。赵祯淡淡的扫视了一眼秦婉，把小狮子抱了起来。好，晚上爹爹和你一起睡。小狮子，是娘不对。小狮子搂着赵祯的脖子，把头扭到了一边。是娘不好，不该呵斥你，原谅娘好不好？那我要娘陪我和爹一起睡，我们一家人一起睡好不好？秦婉有些尴尬，现在是答应不好，不答应也不好。娘，好不好嘛？好。秦婉不知道，她刚才那个好字，让背对着她的赵祯嘴角也带着笑意。夜晚的时候，赵祯穿着中衣来到了秦婉的房间。爹，快上床来。你娘呢？我娘还在沐浴呢。赵祯轻轻的点头，然后脱鞋躺在了床上。爹爹，你会讲故事吗？故事？什么故事啊？平时我睡觉前，我娘会给我讲寓言故事呢。我也不会，等你娘过来了，咱俩听她讲，好不好？好吧。
娘，快上床讲故事。三人躺在床上，小狮子美滋滋的，一会儿看看爹，一会儿看看娘，心中欢喜。赵祯侧着身子看着妻子和儿子，他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小狮子看赵祯在看着他，就往他的怀里拱了拱。秦婉能感觉到睡在中间的小狮子不老实，他伸出了一只手想拍一下不老实的儿子，谁料直接拍在了赵祯的手上。赵祯顺势握住了秦婉的手，秦婉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他想要抽出来，谁料赵祯握得更紧了，秦婉没有办法，也就没有再挣扎。小狮子很快就睡着了。秦婉本来以为他也睡不着，但是很快就感觉眼皮沉重，也逐渐进入了梦乡。赵祯收回了自己的手，给两人掖了一下被角，然后再慢慢的闭上眼睛。翌日，秦婉醒来的时候，床上只有小狮子和他2个人了。主子，今天要去给皇后娘娘请安的。好。于是秦婉就任由宫女们给她梳洗打扮。小狮子，一会儿到了皇后娘娘那边，嘴巴要甜一点。大爸，我嘴巴甜一点，皇祖母就会喜欢我吗？我们小皇孙这么乖巧，谁都会喜欢你的。不是，皇祖父不喜欢我呢，我也不喜欢他，哼！哎呀，小狮子，这话不能当着外人说呀，明白吗？小狮子点点头，记住了，以后见了皇祖父也要笑，说好听话。大爸，我听你的话。皇家看似是个富贵窝，实在每一步都要小心呢。太极殿，陛下，如今太子已经入住东宫，太子妃的人选也要尽快定下来。太子乃是未来储君，太子妃的位子不能空悬呢。陛下，太子殿下在北地的时候已经娶了正妻秦氏，如今的大皇孙就是秦氏所生，太子妃就应该是秦氏才好。是啊，陛下，张大人说的对啊，秦氏是皇上亲自给太子选的媳妇儿，又和太子伉俪情深，应该是太子妃的最佳人选。其他爱卿怎么看？韩侍郎一伙人中，立即有官员站了出来。陛下，臣以为秦氏不足以为太子妃。吴爱卿请讲。陛下，秦氏虽是太子的原配，但是燕北城失守，秦氏沦落在胡人的地盘。试问一个名声有侠的人，如何能当一国太子妃呢？陛下，吴大人所言极是，太子妃是未来的国母，和普通妃嫔不同，太子妃的人选必须要身世清白。陛下，据臣所知，秦氏的舅舅李国柱还没有归顺，这个时候立他的外甥女当太子妃，太过冒险。放屁！谁说秦氏不清白？我们沦落到了胡人的地盘，死里逃生的出来就不清白了？哼！你们这些人还瞧不起我们？我看你们要是到了胡人的地盘，没准都成卖国贼了，还敢嘲笑我们？安国公，我说的不是你，说秦氏也不行。你以为你们能安稳的待在长安城是靠的谁的功劳？要不是秦氏拿出的炸药挡住了胡人的大军，你以为现在的长安城还能这么歌舞升平？尚云卓和他老爹都是顾头不顾尾，商朝早就是一盘散沙。北地若不是我们镇北军撑着，胡人的铁骑早就踏进中原了。秦氏一名弱女子，也是在北地救助百姓，帮着军中筹集粮草，这份勇气和能力，你们谁敢质疑他？安国公，你说的炸药是秦氏研制的？赵二叔顶着皇上要吃人的目光，还是点了点头。是。肃国公的女儿潘艳茹已经定为了侧妃的人选，他自然不想女儿上头有个厉害的世家贵女。况且韩侍郎家的女儿又有了身孕，韩家很可能越过他们家去。若是秦氏一个孤女上位，一定不会是他女儿的对手。于是他道：陛下，秦氏有如此厉害的武器，想必那些胡人也占不了他的便宜。这名声有侠之词不足为信。陛下，秦氏虽然拿出武器有功，但是太子妃的位置非同小可。秦氏乃是一名孤女，又无才干，这样的女子怎能担任太子妃之责？秦氏虽然身份低微，但她是陛下亲自给太子选的正妻。听安国公的意思，秦氏也是一名女中豪杰，臣以为这样的女子可为燕国太子妃。朝中大臣面面相觑，不明白这位老爷子什么时候被秦氏收买了。臣附议。赵二叔虽然不知道袁太师和肃国公为什么同意，但这是好事儿啊，毕竟这两人位置都不低，还都是前朝旧臣，说话比他管用多了。臣附议。这时候北地的武将也有些人纷纷站了出来，一个个喊道：臣附议。但除了这些人，还有很多官员的，他们倒是没有站出来。皇帝坐在上首，心情倒是好了一些，否则他防范的人中又多了一个赵二叔了。只是皇帝没有轻松太久，京城的文官慢慢的也有人站了出来。臣附议。皇帝心中不爽，他暗中瞪了一眼赵二叔，要不是他强调了秦氏曾经是他亲自选的人，朝中的大臣也不会会错意。
太子，这是给你选太子妃，你觉得秦氏合不合适？想到大郎一向听话，而且大郎还知道他和秦氏的约定，大郎应该会站在他这一边。皇帝心里还是很有把握的。太子，太子妃的位置虽然重要，但太子妃是你的正妻，还要你喜欢才行。你放心大胆地说，朕给你做主。父皇，儿子能决定吗？当然可以，你的太子妃你决定就好。父皇，秦氏是儿子的正妻，又生下长子，何该是太子妃？皇帝只觉得眼前一黑。太子，你可确定？是，秦氏可为太子妃。陛下，民间有种说法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太子殿下重情重义，是我燕国之幸，天下之幸啊！这个袁老头，这要是不答应，就是无情无义。父皇，大嫂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当初要不是大嫂救我，恐怕儿子早就死在了胡人的手里了。在儿子心中，大嫂就是太子妃的最佳人选。父皇，大嫂对国家有功，又和大哥伉俪情深，儿子以为大嫂就是太子妃的人选。臣服不义。太子，若是选秦氏，你不后悔？不会。既然这样，太子妃的人选就定秦氏，待青天监选定的吉日举行仪式。陛下下命令。坤宁宫，秦婉领着小狮子来给皇后请安。他们到的时候，宋芷柔和苏青年都已经到了。儿媳给母后请安，小狮子说话。小狮子看着没有从前和善的皇祖母，小声的道：孙儿给皇祖母请安，皇祖母吉祥。来，小狮子，到皇祖母这边来。小狮子看了秦婉一眼，见秦婉点头，他才哒哒的跑了过去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孙，真乖呀！皇祖母。皇后就这么旁若无人的逗弄起了大孙子。宋芷柔见状，眼刀子飞出去好几次，她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在侯府的时候就动手。苏金言也是一脸艳羡的看着小狮子。这时候韩清代就被人扶着走了进来。母后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？不晚，快赐座。紧跟在韩清代身后的李佩兰和朱莲梦给皇后行礼之后，就在角落找了个椅子坐下来。皇后看着这些花骨朵儿一样的女子，全都是儿子的女人，不是丈夫的，心情美妙，一点都没有嫌弃人多吵闹的意思。皇后故意冷落秦婉，和其他人聊得很开心，秦婉也不尴尬，正好她不知道说什么呢，于是也就自在地坐在了一边。娘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？再等一等。好吧。这时候就有宫女禀报道：皇后娘娘，宋老太太和3位太太到了。请，快请。宋芷柔这时候也非常激动。行了，你们先回东宫吧。谁料这时候宋老太太和3位太太已经走了进来，秦婉等人只能再给宋老太太见礼。这些都是大郎后院的女人。娘，这些都是呢。我听说大郎之前娶了一位，是哪个？你上前来。秦婉拉着小狮子走上前。孙媳见过外祖母。这一声外祖母，她真不爱听呢。这长相也没多出众呀。外祖母说的是，我长相普通，不及宋姨娘的1/10呢。我又不是泥捏的，既然你当面挖苦我，我也不能白受着。我就算是个无言女，比不上你孙女，但她也就只是个妾罢。瞧瞧，还真的是牙尖嘴利呀。秦氏，你的规矩呢？竟然敢这么和母亲说话，她可是太子的外祖母，你竟然敢对她如此不敬，简直是不孝。我哪里不敬外祖母了？我承认我自己容貌普通，比不上宋姨娘还不行吗？你秦氏妾真是口才了得呀！我们柔丫头确实是大郎的妾室，可现在秦氏妾不也没了正妻之位，那和我们柔丫头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如今大郎已经是太子了，你们的名分还没定下来，秦氏妾的那声外祖母怕是较早了。皇后娘娘，你是中宫皇后，该立的规矩呀也要立起来，否则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在你面前叫嚣。皇后看了一眼秦婉，其实她没有发现秦婉说错了什么话，她都自己承认外貌不如柔丫头了。不过秦氏姿态上确实是劲儿劲儿的，不太恭顺。秦氏，你从明天起就不用来坤宁宫请安了。这是惩罚吗？这你们是奖励啊！正好我还不愿意来呢。是，母后，儿媳遵命。秦婉决定脸皮厚一点，她就要自称儿媳。怎么了？只要圣旨没下来，不让她这么自称，她就要把名分占住了。秦姐姐果然厉害，这份本事我们真学不来呀。我是赵家8抬大轿娶进门的，自然和妹妹们不一样。秦姐姐说的是。母后，那儿媳就告退了。好，你们都先退下吧。这时候，一名宫女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皇后娘娘，太极殿那边传来了消息，皇上答应立秦氏为太子妃。什么？秦氏，你提前知道这消息？母后，儿媳和你一样，也是才知道，我也不敢相信呢。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其他人也没有心思在这儿了，都想派人去打听消息。为什么大朝会结束之后会是这个结果？
娘，你要当太子妃了吗？太子妃好吗？当太子妃当然好了，以后你就是真正的嫡长子了。娘，我本来就是爹爹的第一个孩子。你还小，等你再大一点，就知道这个身份的重要性了。哦，娘，咱们快走吧，我想回去和虎头玩。秦婉也加快了脚步，她现在也想知道大朝会上是谁替她说了话。今天的事是你安排的？父皇，儿子并不知道此事。父皇，儿子事先真的不知情。皇帝看赵祯流血，有些心疼，但想到赵祯不听话，心又冷了几分。袁太师不是你找的？其他提议立秦婉为太子妃，皇帝差不多能猜得出来他们心中的小九九。不管是韩侍郎的反对，还是肃国公的支持，原因他都能猜到。只是突然冒出来的袁太师，皇帝拿不准是谁去说动了他。父皇，儿子和袁太师平时也无交集，除了在朝会中见到，其他时间并没有接触过。父皇可以详查。你就这么中意秦氏？朕记得你从前不喜欢他的。赵祯知道皇上不会愿意听真实答案，于是道：父皇，儿子已经有了长子，若秦氏不为太子妃，小狮子的位置会很尴尬的。儿子不想他将来被其他兄弟针对。希望你不要后悔。秦氏身份低微，对你的帮助不大，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。皇帝在大朝会上同意，也是存了看热闹的心理。他倒是要看看秦氏能不能坐稳太子妃的位置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父皇。找个太医，把头上的伤包扎一下。是，父皇。那儿子先告退了。赵祯没有宣太医，他脚步匆匆地回了东宫，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秦婉。赵祯离开之后，皇上才吩咐派人查一下袁太师和谁走得近，还有查一下他和秦氏有没有关系。是，陛下。怎么受伤了？婉婉，你成太子妃了，你高兴吗？秦婉听到赵祯喊她婉婉，愣住了。她和赵祯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？开心，我很开心。宜春宫因为得了这个喜讯，因此都是喜气洋洋的。赵祯和秦婉两人的关系也逐渐亲密起来。赵祯也是每夜都来宜春宫过夜，但是因为中间睡着小狮子，两人倒是一直都是纯睡觉。太子妃的名分定了下来，东宫其他人的位分也定了。苏清言因为祖父的官职被封了良缘，韩清代因为有身孕也被封为了良缘，李佩兰、朱莲梦、宋芷柔则是被封了成徽。当时宋芷柔是闹了一场的，甚至还闹到了皇后那边，但是赵祯坚持给宋芷柔一个成徽的名分。宋芷柔闹了也没有办法，宋家已经发现了宋芷柔不受宠，现在已经暗中教导二房的姑娘，打算把二房的姑娘送进东宫。小狮子，今晚和大半一起睡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要和爹娘一起睡。原来大半在小狮子眼里就这么不重要啊！小狮子是不是嫌弃大半了？不是，我喜欢大半。喜欢怎么不陪着我呢？我自己睡觉也很可怜的。小狮子纠结了一会儿，见到走得老远的爹娘，无奈。好吧。秦婉看着要去的宫殿，好奇地问：怎么来到承恩殿了？没去宜春宫？你进来就知道了。秦婉好奇地跟在赵祯的身后来到了内室，然后就看到了布置一新的房间。怎么样，你喜欢吗？赵祯拉着秦婉让她坐在床上，然后他就拿起了桌上的盖头盖在了秦婉的脑袋上。红盖头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？赵祯拿着玉如意又把秦婉的盖头挑了起来。秦婉一点也没有娇羞，而是满脸疑惑地看着赵祯。当初没有跟你掀盖头，这次算是补上了。想到刚才自己的表情不对，要不然你再来一次，我刚才没有表现出娇羞啊。不用了。不用就不用吧。我先去沐浴。想到晚上要发生的事，秦婉有些纠结，又有点害羞。她现在已经是太子妃了，不管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，都要抓住赵祯，不能把他往外推。于是秦婉就痛快地去洗漱了。洗完了澡之后，就回到了新房。赵祯的速度倒是慢了一些。你怎么这么慢啊？赵祯没有想到秦婉还会催促他，他快步地来到床边，秦婉伸出手拉住了赵祯的中衣，一下子就把赵祯给拉到了床上。翌日，赵祯神清气爽地起床，看了一眼还在沉睡的秦婉，就连穿衣服的动作都很轻。出门之前还交代了平婆婆几句，才离开了承恩殿。平婆婆哪敢听赵祯的，主要是秦婉现在是太子妃了，和从前不一样，就算不去皇后宫中拜见，那也要接受东宫妃嫔的拜见的。参见太子妃娘娘。起来吧，这位妹妹不必多礼。几人依次坐在了椅子上。太子妃和太子果然是伉俪情深，我听说昨夜太子特意布置了新房呢。不过太子妃和太子曾经举行过婚礼，又生了大皇孙，何故又重新布置婚房呢？韩良缘这肚子快3个月了吧？谢太子妃挂怀，马上就到3个月了。
那韩良缘就好好养胎吧。东宫的事务繁忙，众姐妹也不用日日过来请安，每月只需要初一15过来请安即可。那怎么好？太子妃宽厚，我们却不能这么没有规矩。苏姐姐，太子妃仁慈，免了咱们姐妹请安也是好意啊，姐姐怎么能拒绝呢？李妹妹说的不错，既然太子妃一片好心，我们再推辞就显得不识抬气了。苏清言看着一个两个都开始针对他，也是很无奈。他心中唾弃了一把这些没脑子的人。太子如今正是宠爱太子妃的时候，而太子妃又单独住在一宫，他们若是不常来宜春宫走动，太子恐怕都忘了还有宜秋宫的众姐妹。两位哥哥去了军旗间怎么样？我们都挺好的，那边的人对我们很关照。是啊，我很喜欢那边，怎么不见小外甥？他估计还不知道你们到了，在偏殿那儿呢。哦，那我去找他。赵真忙了一上午，中午来宜春宫用午膳，才一进来就听到了小狮子的欢笑声。小狮子见到赵真，立即放下了手中的玩具，哒哒的跑了过来。爹爹，爹爹！拜见太子殿下，不用多礼。爹爹，这就是二舅舅，你看看，我们发型一样。在你们秦家，女孩子也像你们一样的头发吗？说不准呢，我爹和二叔都没有卷发，但是我爷爷和太奶是卷发，大哥和阿婉也没有，我和小狮子又有了。赵真只觉得眼前一黑又一黑。秦霄和秦婷两兄弟在东宫用了午膳之后，才回了军器间。秦霄这人，我看着是个有成散的，让他平日也认一认字，否则以后就只能在底层做事。行倒是行，就是他们这个岁数才学认字，是不是太晚了？他才20出头，又不是让他考科举，还来得及。这样吧，我给2人赐2个老师，一个教他们识字，一个教他们些防身的功夫。也好，多谢你了。要谢，晚上谢我吧。秦婉弄了一个大红脸，赵真也不继续逗秦婉了。行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秦婉过得非常平静，她和赵真的感情逐渐升温，彼此间也都更熟悉了些。赵真每日晚上都是留宿在宜春宫。秦氏，别以为你现在成了太子妃就霸占了太子。皇后娘娘，儿媳没有啊？没有，哼，太子这些日子可是其他妃嫔一个都没见，每天去的都是你的宜春宫。本宫倒是忘了，宜春宫只住着你一个人。本宫还真没想到，秦氏，你竟然还有做狐狸精的本事。母后，不是儿媳拦着太子的，况且太子殿下最近事务繁忙，来宜春宫的次数也不多。秦氏，你还狡辩！太子为了你，后院那些女人碰都没碰，到现在还是完璧之身。母后，韩良缘可是怀了孕的。秦氏，你，皇后娘娘，荣王到了。母后，等看到跪在地上的秦婉，立即问道：母后，你怎么让大嫂跪在地上？你怎么来了？母后，大嫂可是做错了什么事？行了，秦氏，你起来吧。谢母后。该死的古代，动不动就要国的规矩，真是讨厌呐。秦氏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你如今已经是太子妃了，要大度，怎么能和妃嫔争宠呢？要让太子雨露均沾。是母后，儿媳告退。雨露均沾吗？若是换到了你身上，你还会不会这么大公无私？母后，大嫂也不容易，你不要总是为难她。三郎，连你如今也向着秦氏了。母后，我没有，我是就事论事。大哥又没有宠妾灭妻，他不过是喜欢大嫂罢了。你们为什么总要站出来反对呢？三郎，我看你现在对秦氏比对你表姐都好了。你大哥现在冷落他，专宠秦氏，现在你也对你表姐不闻不问，不管她在东宫的日子多难熬。母后，表姐有你在背后撑腰，不找大嫂的麻烦就不错了。你和大郎都是白眼狼，竟然一点都不记得柔丫头的好。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呀。母后，你不要事事都维护表姐，她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三郎，你都知道什么了？母后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为难大嫂。毕竟我这条命都是因为大嫂，我才能活到现在。母后，不冲别的，就冲我这条命还不够吗？皇后被赵荣的言语击中，面色也是讪讪的。母后，儿臣就先告退了。好好看看，这些都是弹劾你的折子。父皇，这些大臣真是吃饱了闲的，儿子觉得这些事没有必要理会。吃饱了闲的，我还想问问你想干什么呢？你想立秦氏当太子妃，朕也如了你的意，可是你也不能冷落其他女人，以至于让朝臣弹劾吧。父皇，儿子又没宠妾灭妻，难道和正妻关系好，也碍着他们的事了？你难道你就一点都不要那些女人来平衡前朝？不需要。
太子呀，你不要太天真了。你以为那些大臣是吃素的？你在明，他们在暗，你义不如他们的义，他们就敢在暗中搞破坏，让你的政令发不下去。燕朝才建立不到1年，现在根基还不稳，无论是朝中重要的臣子和世家，都要拉拢。我又不是青楼的头牌，难道要稳固江山，还要本太子用身体交换？你，哎呀！父皇，您现在身子大好，后宫也可以多添一些人，正好明年各地的秀女会逐渐来京参加选秀，父皇的后宫可以多添几个美人。父皇，我不介意多添几个弟弟妹妹。行了，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我就看着你怎么对付那些老臣吧。哼！父皇放心吧，儿子自有法子。滚吧，儿子大，翅膀硬了。不过先让他去闯闯，也许是个机会。至于后院的女人，她愿意睡谁就睡谁吧。他觉得猪食好吃，我还能强迫他吃山珍不成？